我觉得 DeepSeek 没有 ChatGPT 好用。好，ChatGPT 真的比较强。maybe 它也不是手写，它是点，它有些是 iPad。它可能少算呢，少算你就不说它诈骗，多算你就说它诈骗。是比较少了。嘟嘟车在曼谷旅游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不管是你要去暗黑，不管是你要去做什么，嘟嘟车都可以帮你解决，只是都比较贵。这不是只有在曼谷，好不好？不是只有在泰国，你去哪个地方租摩托车都是这样子搞啊。有些地方还压你护照，压你护照，你不是讲说他诈骗你护照，你不知道他把你护照讯息拿去干嘛？也是哈。所以自我保护意识要很需要有啦，真的要有，因为你出国旅游嘛，开开心心的出国，平平安安的回家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是 YouTube， 欢迎来 Cookie 讲页面。嘿，大家，我是 Ali。嘿，我们很难得这样子做这样对，很像在讲座的感觉。因为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认真、关键、严肃的话题。要多严肃？今天很严肃吗？泰国诈骗对，最近还蛮风风火火的，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。自从王星事件发生之后啊，我至少收到50到60个私讯还不包括留言让我来聊一聊王星诈骗这件事情。我说有什么好聊的？因为你也是泰国 YouTuber 嘛，泰国旅游 YouTuber 啊。可是跟泰国什么关系？我到现在是不明白。我也不太明白。跟泰国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他们就是说在泰国被接走嘛。不，王星不是。不是吗？王星是下了机场之后自己叫 Grab， 然后到那个地方。他不知道他收的 Grab 的地点是后面是写。不是，他的那个地点是 Macro 美赛的 Macro， 他在那里下车之后，然后再坐那个 4x4 pickup truck，然后去妙瓦底。所以他自己去了那个地方。对，这有什么好讲的？要嘛，如果拍这个影片，我不是骂他笨他傻，就是都干嘛来骂人？我以为他是被接走了。不是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因为王星事件发生之后呢，就有蛮多 YouTuber 在讨论。对。然后其中有一个影片大概将近30万的观看。然后我就问了 DeepSeek 跟 GPT， 让他们去分析这个影片，然后我们就把这10个一个一个列出来讲。好。然后我就问了 DeepSeek， 你知道 DeepSeek 回答我什么吗？然后我就问他，请问可以分析这个影片吗？因为我觉得他论点不太对。他说我无法直接分析或者观看 YouTube 影片。因为我的不所以他有做不到的事情。他做不到。我觉得 DeepSeek 没有 ChatGPT 好用。好 ，ChatGPT 真的比较强。可是据说在数学运算或者写程式上面 ，DeepSeek 比较强。是。但是在问社会议题、社会现象或者分析影片，或者一些建议的话，我觉得 GPT 比较强。同样的问题，我就问了 ChatGPT。是。然后就说，您分享的影片是泰国诈骗手法与陷阱。住泰国7年也被骗，你可以不要把 title 念的那么明显吗？他很怕，因为他是被我硬踹过来，很烦，我就不想讨论这个。对，他主要讲说在泰国旅游时常见的10种诈骗手法，我觉得这就很误导了。对，这就非常误导了，因为他讲的很多东西都连 ChatGPT 都觉得他讲的是错的。就影片中提到第一个诈骗手法是嘟嘟车跟计程车乱收费，在泰国嘟嘟车都是喊价的，他们有标准收费。对，他们有标准收费。对，计程车都是100 meter。100 meter 不一定，有时候观光客来，假设你今天从机场坐，他们直接喊价。这个就算他喊价也不会差太远了，跟100 meter 差不远的。是大概差500块以内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诈骗它有点像是观光旅游陷阱。对，你这个在越南也会遇到，哇，在美国、在纽约都有，好不好？我在纽约也中过一次。是。对，所以这个不是诈骗。第二个，他说。餐厅结账诈骗，就是他会重复手写单，会重复计算同样东西。其实也是会有的。会有吗？也是会有的。可是这个有点像是，因为你知道泰国人他们做事比较顶咚。叮咚的意思就是他很多那个忘了什么那个叫对，就是 maybe 他 key 错单，或者是说给多记一样，这个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所以呢，你有时候说真的，我们就连泰国人出去吃饭，他们最后结账的时候，都是还是要看一下说，点的东西有没有是跟他们吃的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诈骗啊，就是你去餐厅手写写错，这个就诈骗。这我之前去过图兰本，就是印尼一个地方，前者在巴厘岛。
他也有可能写错啊，因为他都手写那种乡下地方，他不是故意的啊。maybe 他也不是手写，他是点，他有些是 iPad。他可能少算呢，少算你就不说他诈骗，多算你就说他诈骗。是比较少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餐厅写错单不是诈骗了。是。对，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你消费的时候，就是顾客跟店家之间就是要再次确认的。第三个，他说景区附近的假热心民众，我觉得你去一下胡志明，你才知道那种这个才夸张。我比较常听到的是，可能你今天在 maybe 中国城啊，会有一些是这样，就是他会跟你说我包 tour 啊，一趟这样是多少，然后大皇宫是多少钱，都包含在这个 tour 里面的。但是他会告诉你说，可能大皇宫他没有开啊。然后你就说哦，那什么东西有开？因为你不知道嘛，你以为可能看到门关着，你以为它就没开 ，maybe 它是另外一个门啊，对，就是类似像这样子，所以他就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让你去那个地方参观。可是这个在泰国常见吗？嘟嘟车有时候会是卖那种 package，是会有。嘟嘟车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对，嘟嘟车在曼谷旅游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不管是你要去暗黑，不管是你要去做什么，嘟嘟车都可以帮你解决，只是都比较贵。对，嘟嘟车在曼谷旅游另外一件事。可正常来讲，我觉得泰国不太有这种。就是诈骗半日托这种，我觉得很少了，而且这个也不能说诈骗了。这个也是还好，也是算是旅游陷阱。对。那你去那个胡志明，可能就有人直接就去年开始很流行，你走过他就直接蹲下来帮你擦鞋。哦，这就跟那个我们去欧洲，然后突然给你一个手环啊，或者你去那个 Times Square 纽约的 Times Square 前面，就他找你来合照，就你就不给他钱，他就不让你走。对，这个跟那个比起来，这个泰国这个算普通啦。我们用这个东西在看稿，为什么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充电器。它在充电的同时，也可以给你把手机立起来追剧或是看资料。这产品它外形是轻巧可爱的，而且它是可以折叠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折叠，哇，它刚可以调角度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它这样子拉起来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，为什么可以要做这件事情？来，你放这，面对着我，手机放起来，哇，它粘住了，然后马上充电了。那而且它是快充是吗？对。然后之后你要怎么转都可以。哇！那如果今天你有一个AirPod， 要怎么充电？这里通常是这样，是吗？对，然后后面也可以。后面，我这里，后面也可以充了。真的。好，因为我们两个是没有 Apple Watch 的人。对。可以啊，亮灯了，再充这电。是。如果你有那个 Apple Watch 就放这里。对。一次可以充3个。对。旅游很方便，而且如果你在办公室也很方便。对啊。它可以一直调角度，怎么调都可以。这个你猜多少钱？1500要吗？差不多1600、1700。哦。OK， 它可以充几次？它可以充几次？它可以一直充，它不是行动电源，它是充电器。它就是那个用环的这个充电方式嘛。就无线充电，对，然后非常方便了，然后真的很小很小，随身携带，你放在哪里都看不出来。废物包里面也可以放。对，可以。好，继续。你会用吗？你要送我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如果对这个产品有兴趣啊，叙述栏跟置顶留言都有亚瑟3C的官网。我现在就是在我房间有一个，在我家客厅有一个。哇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到充电自由。就这样子放这就好了，然后你要看也看得到啊，也不用再找充电线了。对，因为它就固定在那里。以前我还有手机支架，这个直接当我手机支架了。直接来，太方便了，太方便了。我们要继续拍影片，要看稿了，然后就这样放着。OK， 我们来继续看稿。可以啊，来继续看稿。是很方便。红灯区的乒乓秀，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没有经验，你可能比较有经验一点。乒乓秀这个东西是这样子，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成人秀嘛。然后你去之前你就他们是打乒乓球嘛，成人打。对，成人打乒乓球，对，还有打撞球OK，只是用的部位不一样而已。理解。你去的时候可能用脚打。对，你去的时候你就
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色情了嘛。那如果你自己不做功课，他开1000你也去，他开2000你也去，那正常大概1500啦。是，所以对，我没有去看过，就怎么讲，我没有买过服务嘛，但是我上次有看到有其他 YouTuber 买过服务，他是好像买完服务之后你可能跟他讲100欧，但他给你结账的时候说200欧，色情的东西都这样子啊，是，你只能付钱啊。还有东京的歌舞伎町，进去他们的 Talking Bar 说15000，15000还是多少钱啊？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变30-40万，冰块也跟你算钱啦，然后什么也跟你算钱啦，你也不知道，就是这样啊。你去这种声色场所，你就预计被坑啦，除非你很熟。不算是被坑啊，就是冰块。可能买之前都要先问一下这个有没有算钱。对，如果你先明确都问，那就 OK 啊。要先问。可正常人不会问嘛。那如果你怕的话，或者你不熟的话，你都要问。我觉得这不是诈骗的。对，完全绝对不是。就是你消费者在买东西之前，要先问一下他这个 package 里面有包含什么。穿人偶、布偶装者索取费用。我觉得它应该是非常少的，非常少。你去纽约 Times Square 前面看看，你吓死你！租车诈骗，哇，这个就是你租车的时候，然后你还车的时候，他说你把车刮花要赔钱。哦，这个你上次有拍影片有讲过嘛，在清迈租车那个。你租车的时候，你要先把摩托车先拍一轮外形，然后还车的时候，他说你这里本来就有了，租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这里已经被刮到了。对啊，这个是很基本的。对。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东西，然后让别人来你的话，我觉得你也没办法。削你一顿，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这台车原本你拿的时候就这样子。是，防君子不防小。对，这不是只有在曼谷，好不好？不是只有在泰国，你去哪个地方租摩托车都是这样子搞啊。有些地方还压你护照，压你护照，你不是讲说他诈骗你护照，你不知道他把你护照讯息拿去干嘛？也是哈。对啊，不是这样子讲的。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多了，这真的多了。路边搭讪者偷窃或者换汇诈骗。因为我们通常换汇会去 Super Rich。对，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公开的资料了。对啊。被路边搭讪者偷东西，哇！你知道在泰国偷东西被抓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了？之前在泰国有一个我是没有遇到，但是有蛮多人中的是，可能他是中东人，然后就过来跟你说搭讪，然后就问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然后后来说他要换汇，他说他有20欧还是什么50欧，没有他就是跟你讲说，我没有看过台湾的1000块，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？然后你再给他看的时候，他就拿走 ，maybe。我有听到是这样子，但是我没有遇过。我有在 YouTube 好像看到这个东西，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少数啦。我是没有遇到，极少数，真的很难遇到。飞车抢劫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。你在曼谷飞车抢劫，你摩托车可以跑多远？这里这么塞。之前我记得好像10年前可能还有这种状况。对啊，现在没有了啦。但是现在对比较少，很难了啦。你在路边被抢，也不太有新闻是讲这个部分。泰国有一种警察叫做旅游警察。对，如果大家呢今天在泰国可能遇到钱被偷啊，假设你今天去恰图恰，然后钱包外漏、手机被扒走这个问题，或者是说你遇到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旅游纠纷的话呢，其实大家可以打那个1155，它是24小时免付费电话，然后里面就会有警察会说中文、会说英文，还有泰文。那很好啊。对，他就是可以帮你解决一些可能你旅游上遇到的纠纷。但是出国在外防范意识还是要有啦，像什么手机不要。你是旅行如果你旅行的时候没有自我保护意识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对，你看你来几趟了。对，我可能会有人说你这样是批评受害者，可是当你变成受害者的时候，一切都救不到了。已经来不及救了，对，所以自我保护意识需要有啦，真的要有，因为你出国旅游嘛，开开心心的出国，平平安安的回家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，那第9课叫做计程车绑架，我觉得他妈的夸张。计程车绑架是什么意思？他说计程车会将乘客载到偏僻的地方索取汇金，这个也不算是绑架，它有点像是敲诈。可是现在谁不是用Grab 在叫车？对，游客谁不是在用 Grab？在游客的话，还是最好用 Grab 或是 Bolt。对啊 ，maybe 有这种事情发生，然后大家也要注意一下。可能开车的时候，司机在开，你不可能不看 Google Map 吧？
他可能就是1/1，就是今天司机突然缺钱，起心动念要做什么事情，那是真的很少见，它不是常态。是，对，我觉得这样讲很过分。还有吗？还有，然后我们就问了 ChatGPT， 那什么是诈骗？然后怎么不是诈骗？然后 ChatGPT 就回答了很。ChatGPT 现在这么厉害？ChatGPT 说，的确有这种诈骗情况呢。他说了有4个。OK。第一个是计程车绑架，他说是极端案例。极端案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很少见。换汇诈骗，他说街头不明人士或者黑市换汇。的确有风险，重点是不明人士啊！你会跟不明人士换钱吗？对啊，你当然是去找那个。你换100块 ，maybe 我跟你换。你要我换1万块，我怎么可能跟你换？对啊，某些租车店的确会故意栽赃客户，谎称车辆受损，是被迫支付高额赔偿，这算是诈骗手法之一。如果你这样讲，它就是诈骗手法。OK。可是。一般不会这样子谎称，因为他有先说谎。对啊，红灯区的乒乓球秀诈骗，你要去深色场所就没办法了。介于诈骗跟消费陷阱之间呢 ，ChatGPT 给的答复是，嘟嘟车跟计程车乱收费算诈骗跟消费陷阱。我觉得在泰国嘟嘟车本来就是一个另类的存在。你要说它消费陷阱也不是，它就是它可以帮你完成任何事情。是，只是都比较贵。是，然后餐厅手写单价跟菜单不符，这个应该比较少，因为你是看到菜单才会点菜嘛。对啊，除非你今天是叫鱼啊、食价，有些。对啊，你桌子有什么点过什么，你这个东西一翻两瞪眼了。景点附近的假热心人士带去高价店，我觉得。这个真的很少见，比较少，不算诈骗，是风险或者文化差异，是飞车抢劫，这是治安问题。他讲的没错，这是治安问题。ChatGPT 是很聪明，我觉得他中文比我好比如说我想说，对，这好像也不算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原来是治安问题。对，高价旅游项目，他说这种类型叫做高价但透明，不构成诈骗。厉害哦，厉害。对啊，像什么浮潜、骑大象、骑摩托车的收费比较高，如果价格事先标清楚，这不能算诈骗，只能算贵。假设你今天要去做一些活动。它的价格其实是看各个店家，对，然后一定都会有一个 menu 让你看的，对，所以他 ChatGPT 很厉害，很厉害我他中文怎么好成这样？贴一个网址给他，他帮我分析完哇，不简单，好酷哦！你的 ChatGPT 快被你逼疯了。没有，我觉得 ChatGPT 是被 DeepSeek 逼疯，它以前功能没那么好啊，真的是。DeepSeek 出来之后，它功能开放。但是你知道 AI 你可以训练它对啊，所以我一直要在同一个地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把它训练得很好。第一次问 Cookie 讲的时候，他说 Cookie 讲只有17万粉丝，可那时候我有35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再确认一下，我应该是多少万，然后他就慢慢确认。后来跟你说不好意思，我的资料有误，正确应该是。对，你也在用哦。对，我有在用。然后最后他的总结是，影片中某些案例确实是诈骗，例如换汇诈骗、租车诈骗跟红灯区诈骗，是部分比较像是消费陷阱或者观光地的黑心商业手法，对，但不一定是诈骗，是，只有些内容是治安问题或者文化差异，不应该直接说是诈骗，否则会误导观众对泰国的印象。王心那个事件的时候，我很想拍影片，可是后来我不拍的原因是因为那条路我开车开过。哦。我之前不是开车去清迈吗？对。然后那条路检查站至少4、5个。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说，对啊，你怎么？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说，他就说，检查站是都不会检查吗？对啊，所以。你如果被绑架，你怎么可能去得了？对，真的不可能的事情。我有个朋友真的这样说，我想，因为他常开车自驾，他就说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出去？检查站很多，我一问就知道了。所以我到现在一直不拍，就是因为我拍这个影片一定是骂很多人傻，很贪心，然后价钱都很贵，他都 OK。对，所以我就不拍。虽然我还是讲出来了。对，泰国安全吗？我觉得泰国是我去过这么多国家里的地方算安全的地方。不管你说清迈、美赛，或者泰北，或者芭提雅，都觉得是安全的。对，就是一个佛教国家，基本上虽然你说他们可能有卖淫，就是就是这种娼妓的行为，可是没有买没有卖嘛。他们大部分还是信佛。
对，所以信佛的人基本上是不会太超过的一些。对，小摊会啦。啊，可是你要去他抢劫啊、诈骗啊，很难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感受泰国是安全的。是，你觉得呢？其实我到现在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生活圈，还是说老公保护得太好。我就是我这样讲会不会触自己的眉头？但是我觉得没有遇到，我真的就没有遇到。不是，是泰国本来就很安全啊。是。你说你特地去一些很危险的地方，然后你拍泰国很危险，我说你白痴吗？你去纽约布鲁克林，你随便找一个地方，晚上10点或者2点，你可以走5分钟没有被抢，我随便你。我觉得这真的是。对啊，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新加坡。对，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台北 ，OK？ 哦，很感恩，真的。对，感恩。就连大阪有些地方都是危险的。是。对啊，在东京我觉得相对安全的。可是东京其实心理变态人很多。对。我可以在晚上9点就看到有人喝醉了。啊，因为他们5点开始喝，然后他们压力很大，他们5点就开始喝，所以就是你常常看到有人9点喝醉，然后倒在地上的头已经流血了。希望他们可以好好过生活。对，所以你说泰国危险，我真不明白泰国危险在哪里。ChatGPT 也告诉你，那是旅游陷阱，或者太贵，消费纠纷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泰国不危险。你们观众啊，可以留言告诉我说泰国哪里危险吗？我想不到泰国哪里危险。对，因为你来那么多趟，然后又常常去一些声色场所。我觉得这2句话没有关联性，关联在哪里？有一个消费陷阱，乒乓球秀。对我来说，那个是比较容易被卡油的地方。哦，一定啊，你到哪个国家都是啊，在纽约也是啊，在荷兰也是啊，在哪个国家都是啊，但是它都明码标价了。对，然后它可能会加一点东西进去。好，今天影片很长啊，我们拍了40分钟哎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夸张哦。但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支影片也不是你要不要更正一下，说不是在针对谁，是大家在传递泰国的善与美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，下次见，拜拜。